越来越多人突然猝死。医生提醒，身体发出3个警报，要重视起来。根据柳州晚报报道，在河南省郑州市的一家汽车配件厂里，38岁的工人张某在连续上了23天班后，于中午在去食堂吃饭的路上突然倒地不起，经急救无效后死亡。据目击者称，当时张某的表情非常痛苦，周围的人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。尽管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后进行了紧急救治，但还是未能挽回他的生命。医生最终诊断他的死因原为心源性猝死。我们在关注家属与厂方之间纠纷矛盾的同时，也应聚焦在这个夺走张某生命的疾病上。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突然猝死？在猝死之前，身体会发出什么求救信号吗？越来越多人突然猝死，医生忠告，猝死之前，身体会发出3个警报。猝死顾名思义就是突然发生的死亡。根据中国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统计显示，我国每年心源性猝死者高达55万人，可以说平均每分钟都有人为此而丧失生命。由此可见，猝死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，需要我们时刻提防。很多人可能听说过猝死，但对它的原因并不了解。人体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会引发猝死呢？大多数情况下，猝死都是因为心脏突然出问题了。想象一下，你的心脏就像是个小小的电池，给全身的细胞供电，支撑它们的正常运行。如果心脏出现严重的心律失常或心肌梗死等疾病，导致心脏无法有效地将氧气输送到身体的其他部位，就会让这个电池出问题，无法再正常的工作，缺少了正常的供电，那身体的其他部分就会随之罢工，于是乎，你就可能突然间倒地不起了。此外，呼吸停止和其他潜在原因也可能导致猝死，例如严重的脑血管意外、药物过量、严重的创伤或感染等也可能导致生命危险。而且，你别看猝死好似突如其来，毫无预兆，但实际上它的发生并非毫无蛛丝马迹。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迹象，都可能是猝死即将发生的信号。如果我们的身体出现以下这3种症状，那就是我们的身体在求救，需要及时采取行动，以避免悲剧的发生。近期突然出现或加重的胸闷。如果近期忽然觉得有些胸闷，或是情况加重，好像胸口压了一块石头一样，需要休息一段时间才能缓解，就需要小心自己患上了冠心病。当我们冠状动脉内壁的粥样硬化形成斑块，就有可能使原本宽敞的血管变得狭窄，影响心脏供血，心脏得不到需要的氧气，就会出现胸闷、胸痛等不适症状。而且这些斑块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变得不稳定，导致血栓形成或脱落，进而引发心肌梗死或其他严重的心脏问题，需要我们多加小心。短暂的昏厥或意识丧失。晕厥是猝死的一个重要信号，需要我们提高警惕。当心脏突然减慢或停止跳动时，身体的血液循环会受到影响，导致脑部供血不足，从而引发晕厥。这种晕厥通常是由于心脏问题引起的，如心律失常、心肌梗死等。当大脑缺氧时，它会变得非常敏感，甚至在血液中断10秒钟左右就会导致意识丧失。因此，如果我们出现不明原因的晕厥，应该及时就医检查，尽快查明原因。医生可以通过心电图、超声心动图等检查方法来评估心脏的功能，并找出导致晕厥的具体原因。如果我们能够及早发现潜在的心脏问题或其他引起晕厥的疾病，就可以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，降低猝死和其他严重健康问题的风险。两眼发黑、四肢麻木。如果出现眼睛单侧看不到东西、单侧肢体麻木、乏力或走路不稳、有采棉花感，我们就应警惕脑卒中的发生。当脑部血管堵塞引起的局部脑组织缺氧时，就可能出现视力受损的症状。如果脑部血管堵塞或破裂导致的脑组织损伤，使得控制肢体运动的神经受影响，也会引起单侧肢体麻木、乏力。当这种损伤涉及到控制平衡功能的小脑时，便会出现走路不稳，有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。以上症状的出现可能是脑卒中的前兆或早期表现，需要尽快就医进行检查和治疗。
减轻症状，预防并发症的发生，降低脑卒中对大脑的损害。老话常说，预防大于治疗，那有没有什么方法能预防猝死，进一步减少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呢？二，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猝死？真正有效预防的方法是他们。根据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上的研究记载，我国每年猝死的人群中，约有43%的死者小于40岁，且呈现出逐年增加趋势。近年来，青年心源性猝死案例越发常见，猝死开始趋向年轻化。研究发现，青年心源性猝死的主要原因包括遗传因素、不良生活习惯、心理压力等。一些青年人长期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，缺乏休息和锻炼，这使得他们的身体逐渐透支，心脏承受巨大的压力，而且在面对压力和挫折时，年轻人容易产生焦虑、抑郁等不良情绪，导致慢性心理应激，这些情绪会对心血管系统产生负面影响，从而增加猝死的风险。此外，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，如吸烟、饮酒等也会增加心源性猝死的风险。如果想要预防猝死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。首先，规律运动可以帮助降低血压、胆固醇和体重，增强心脏功能。适度的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增加心肌收缩力和心输出量，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。同时，运动还可以促进脂肪代谢，减少体内脂肪堆积，降低患高血压、高胆固醇和糖尿病的风险。其次，健康饮食也是预防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因素。建议多食用水果、蔬菜、全谷物和健康蛋白质，减少饱和脂肪和糖的摄入。多吃膳食纤维、钾、镁等营养素可以促进肠道蠕动，改善肠道菌群，有助于降低血压和血脂。低脂肪、低糖、高纤维的饮食习惯也可以减少肥胖的发生，从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最后，我们还应该减少熬夜。熬夜时，我们身体内的交感神经会传递出兴奋的信号，控制血管收缩，血压升高，从而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。除此之外，它还会影响身体各个器官和系统特定的生物钟，使得身体无法在合适的时间得到休息和恢复。长期下来，会慢慢使得身体透支，增加各种疾病的风险。结语，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我们都在努力前行，追逐着生活的脚步。然而，在这忙碌的生活中，我们有时会忽略自己的身体，甚至不惜以健康为代价。但是，无论再怎么繁忙，有时候都该停下来，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，小心猝死的降临。我们常常会因为工作、生活等各种压力而身心疲惫，甚至夜不能寐。我们用尽一切力量去拼搏、去奋斗，却忽视了身体的需求。我们走得太快、太远，以至于忘记了停下来的意义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什么比我们的健康更重要。